非常欢迎您收看2025年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体育馆红馆。接下来男子组呢，丰原高商对战龙津高中的比赛，基本上呢是台中的两个球队之间的这个竞争，也是兄弟党的竞争。因为教练团来讲的话，你说哲敏教练呢也是丰商毕业的校友，丰商校友对，然后。这个可能也被阿贤教练带过这样子对，但都是这个兄弟党子弟兵这样的相互的交手。那龙津其实在上个学年的这个 HVL 的这个排球联赛呢，曾经击败过丰商他们在复赛的时候是全胜的也是有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对，所以现在后劲十足了这个后起之秀的龙津高中呢也是非常的强势。那不过丰商还是一支传统的劲旅他们没错在整个教练团非常固定的由这个阿贤教练庄贤教练的带领之下呢，一批又一批的中部的好手呢进入到丰商他们的战力都非常强。是，那我想无论胜败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我们这种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这种系列的比赛呢，那你每一天呢要对战到不同的队伍对手。那今天的比赛呢，我想每个教练都会给予选手们，我们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在胜败之外，我当然教练当然更希望选手能够透过这个系列，这个五天6天的系列赛，让选手能够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各自的学校，再对接下来下一个阶段的训练做一个调整的进行。确实如此就是像一如您所讲的呢，这个龙津的这个教练呢，就是哲敏教练呢，他也是有提到了，就是说。昨天呢是2-3输球，那输给了平勇。那这个虽然只是一个练习赛，或者是说是一个热身赛，但是他希望呢，我们还是要有球队里面还是要有赢的这种态度。打到第5局的话，一定要想办法赢球。是。那输在第5局是觉得是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要让选手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跟这样一个领悟，才能够养成他们在尤其是这种第5局的决胜局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在第5局决胜局能够抢下去的那种心态跟态度，那种坚韧性，就是要在透过这种比赛不断的去培养这样的一个好的积极的态度。是没错。今天又是一天的开始了然后选手们在场上也是尽情的发挥。龙津高中呢穿着白粉红色这个衣服，而丰原高商则穿着黑色条纹的这个衣服。这是一场谁是这个中部地区霸主的这种对抗赛。当然，在上个球季就是 HBL 113学年度呢，复赛的时候是龙津高中击败了丰商，而且复赛龙津高中是排名第1，就是他们是复赛全胜的这个成绩。但是到了最后6强的时候呢，这个丰商呢调整的很好，然后在4强赛的时候呢，丰商击败了龙津高中，所以丰商最后打进冠军赛后来在冠军赛呢，丰商呢又击败了。这个内湖高工是，就是在尤其是对于高中生的比赛来讲，我们都会说，透过这个登峰造极的比赛，我们应该开始看到的时候，到整个 HVL 到最后决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选手在这几个月的将近半年的赛季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有非常不一样跟大幅度的成长。那也就是说，看到他们这个赛季一路以来，从登峰造极，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赛季开始前的前哨战，那一直到最后的 HVL 最后进到总决赛，都可以看到这些选手每一次在出赛的时候，都可以看他们又成长了。那这个就是令人非常感动的地方。确实。好，就是也有人常讲了，就是说比昨天的自己更好，是一个目标。好了，这场比赛开始粉红色衣服的是龙津高中，一开始的就是举球员的关凯伦的发球失误，4号。丰原高商现在丰商发球12号林继儒昨天表现出色。跃起重扣的17号张轩照的得分。两边一开赛，整个士气就都非常的高昂。好像说这个有时候世仇就是说我可以输给其他队伍，我就是不能够输给你，就是会有一支队伍特别的想要赢。对，就是邻居呢，吞下去。
一个中间的快攻的得分哈，庄子婷17号的攻击的得分。那现在就是庄子婷的发球。镜头可以带一下我们阿贤教练吧哈。是。父子档同场在场上。转到左边直线进攻哦，昨天表现出色，翁玉胜又再度发挥。15号190公分。不过相信龙金会越来越注意这个直线对方4号位进攻的这个直线。对，因为毕竟比赛才刚开始而已哦。两边其实都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哦。对。先看今天两边要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招式，大家再来做一个应对的策略。没错。基本上现在慢慢的会不会教练团也开始在摸索，就是我的先发球员会是哪几个这样透过这个比赛呢，看起来慢慢会成型。没错，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那我想有些教练能够在不同的场次之中，让每个选手都轮番有机会可以下去。那透过这样的比赛，能够挖掘出他们的一个潜力，或者是发现说，原来他们也能够打这样的一个战术。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是。并不好进攻的地方最后还是一个强势的攻击的得分。现在发球的就是14号的严伟轩，逼快攻，被拦回来，拦到并且守住哦。张轩照的进攻，17号。3个人拦网，后面有卡瓦，斜线攻击得分，又是翁玉胜15号，然后打在边边角角哦，非常的准确，已经得到15分了。对不起，得到2分了。在昨天的比赛，他个人是得到12分，昨天是3-0获胜。时间差。刚刚好，单支拦网。11号的刘冠鹏拦网得分，是完全判断到了哦。要不要办猜测呢？可能，或者是了解对手的队形哦。是有观察到了。对。严伟轩继续发球，有一个后举球，打点非常的高，张轩照。绝对也是龙津高中的主力，17号。张轩照在昨天虽然输给了平荣，他个人得分到20分。快攻的掩护，接着在左边翁玉胜的得分，刘冠鹏的掩护。是一个利用快攻掩护的时间差，对，再搭配一个短距离的进攻战术。翁玉胜目前得到了3分，举球员苏芷琪7号呢也有187公分。丰原高商和阵容整齐，军容壮盛。接发球不太好，封上呛死哦。越式的救球，全家恩。哇，全家恩点的全家恩，这个全家恩来不及了。刘冠鹏耍了对方团团转。举球员这个动作非常的有隐蔽性哦，是让拦网的人是完全判断不出来。工商11号刘冠鹏也是去年的这个世青 U17的国手。跃起转直线没有 touch 到，球出界，可惜。要不然杨成瑞的攻势也很有气势。10号，工商一开始就是9-3的领先，龙津高中叫出了暂停。任何球队碰到风伤都很伤脑筋了，就是因为风伤传统的劲旅而且一些中部地区的高大的选手也都首选呢，就是丰原高商。没错，所以他们平均身高就会压过对手。
平均的身高都相当高。对，当然在技术在有教练团的培养之下，甚至连体能这部分呢，就是说，刚刚这个阿贤教练庄贤教练也有讲到了，台中市这个运动局呢也有一个就是给排球的一个专业的体能教练然后跟他们合作，然后提供一个辅助在最近6年呢，给丰原高商的这个排球队呢，在体能这方面针对排球这一块的体能呢做加强训练。这样对于选手来说，他们就可以更专心、更专注的在这个训练上面。没错，而且也能够让选手能够有更多、更充足的一个资源，让每一位选手他们都能够充分的被照顾到。没错，对，确实。所以丰商的选手看起来，他们在往前。他就是说网子附近也有讲到，就昨天嘉永教练是有讲到，就是他们在网子附近呢跳跃起来的时候，身体的平衡感都保持还不错。是这个对于排球选手需要跳跃运动的选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空中没有任何支点的时候要保持平衡，那就必须使用到核心的力量才有办法在空中稳定大概是这个意思，没错，就是。那通常肌力训练、力量训练是不是到了大学阶段才比较重视一点？其实因为现在运动科学已经非常的进步跟蓬勃的在发展，整个运动科学跟系统化的训练不是只有在大专运动我们才看得到，它甚至已经深耕到高中、国中，都希望这一些系统化跟科学化的训练能够从青少年时期就做起，让他们能够更早的去认识自己的身体，要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身体，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能够更提早预防运动伤害。是，越早接触越好了是。那至于说分量的话，可以看看跟教练团来讨论是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身体就是自己的工具。对。那所以在体能训练上，其实认识自己的身体不仅仅是教练的责任，选手自己也必须要去学习这件事情。毕竟跟自己切身绝对是相关的。对。好，现在哲明教练呢也一个头两个大，现在攻击又发生了失误，刚刚杨承瑞又闪了太多球出界，现在丰商在第一局拉开了差距了，领先13-4的领先。11号的刘冠鹏的发球，刘冠鹏在去年的保加利亚的世青是中华 U17代表队的第3名季军队员。杨承瑞飞跃式的飞天大将军的攻击，带动一下士气。张轩照了，对不起。可惜在这时候又发生了发球失误。1号的林建成发球失误。庄子婷的发球，时间差，还好，斜线的进攻得分呢。11号的陈柏明得分。选择的是中间手的左手外侧手来做一个进攻11号的陈柏明，龙津高中呢，在昨天也获得了11分，得分到2位数，不过打5局。距离差在向前进行之后来举球员来做一个假动作，将球调到背后的2号位置。林继如昨天表现也是相当好，12号现在他发球。这第一局现在丰商有2次的发球失误，不过丰商还是保持领先，15-7的领先。准备发球是陈柏明。哎呀！
16-7，现在封商呢领先了龙津高中。现在是技术暂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台中地区的排球队也是一个重镇了哈，就是男生的丰原高商，女生的东山高中，在上个 HVL 的赛季都夺下了冠军嘛哈。是，也是排球基层排球运动已经发展的非常长久的一个市区。没错，所以台中市排委会呢也都是有代表来到了现场。最后这个霸包还是由龙津高中拿下来。工商的举球员是苏子琪7号，准备发球是龙津高中14号的武恩福，昨天也有不错的表现。这发球还可以相当快速的进攻的得分。对，加快了挥臂的速度在拦网还没有完全到位，跟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就做出手。现在封商11号这个刘冠鹏中间手了，然后另外翁玉胜，他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设计一个同一条线的一个跑动的进攻路线？有，我想我们是有机会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战术。OK， 对。快攻和身体挡下来，后排3个人拦网，需要的龙津拦下了这一球。这个拦网的企图心非常的旺盛对，就是要在比赛中，我们先撇开这个分数跟输赢不管，每一颗球都希望选手是尽力的去完成没错，而且有的时候是当然。个人的成绩，当然数据这些可能很重要。不过有的时候，如果是团体合力来拿下那一分有时候这个感觉更好。是，那尤其排球，它又是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排球是团队运动里面最团队的一个运动。好，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篮球，我可以一个人运球上篮。对，我们每一颗球，我们一个人不能连续击球2次，所以真的每一颗球都需要靠队友的帮忙。是。除非你有能力，你可以一个人发25颗球得分。所以我就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排球运动是团体运动项目里面更团体，就需要非常具备这样的一个 teamwork。这样一个很强大的特质在里面的运动项目。是。直线拦到了，哎呀，好。直线的这个举球员拦网因为这苏子琪也有187公分了，是。直线拦网也做得很好。发球是翁玉胜，190公分的攻击手。接发可以距离差。杨承瑞，两个人挤在一起。对，小心。可惜了，在沟通上面不是很明确。但两个人都是想要去修正那一颗球的只是最后有点犹豫了。对，慢动作可以看到，都瞄了队友一眼，慢了一拍。
通常第2球的话，还是举球员先处理比较好。其实我们原则上都是让举球员，因为这是他的专门的工作。对，我们还是就把修正举球这一件事情交给举球员，然后来进行。对。所以就是这个所谓说1传2传哈，2传就是举球员，大家各司其职哈。是。好，目前风云高商还是保持稳定的领先，在第1局的比赛21-9。那风云高商，在上个赛季的 HBL 高中排球联赛虽然是获得冠军了，不过就像阿贤教练呢所讲的呢，其实走起来了，其实是跌跌撞撞，有起有伏，最后算能够把状况调整到最高峰，然后拿下冠军。要不然先前他们输球输的也不少。哇！这回踢到了铁板了，又被举球员的苏子琪拦到。铜墙铁壁哦，慢动作画面可以看到子琪的这个拦网的手型啊，真的是做得非常扎实哦。而且最后在攻击手出手的时候呢，他还在用力的在往前，又在延伸了一拍哦。好。其实那也跟核心的力量有关系的哈。是没错，因为拦网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跟高级的动作。是，这次不敢重扣了哈。修正到右边来做处理球，龙金守住哦，还是有机会。哎呀，太靠！用这一招蛮聪明的哦。用拖的掉下来之后再出手，杨承瑞的得分10号。好，不管怎么样得分哈，都是得分。龙金现在在加油加把劲，杨承瑞跳发，接发球 OK 哦，一跃式救球，后面还好有人补位，又拦到了直线这里，再一次2个人球就撞了过去，攻击得分，11号陈柏明得分。每个攻击手都调整了哈，因应了，有第2次机会、第3次机会的时候哈，做一些改变。是在训练当中，其实也会将这样的一个环节加入到训练里面。就是我们在排球比赛里面，不是只有第1波的节奏，然后有2波、3波，有时候来回多的时候，到4、5、6波都是有可能的。那选手要怎么样在这样子来回波当中，能够保持耐心、保持冷静，还要能够有足够的因应策略，这个都是相当考验到选手他们平常在训练的一个扎实度。是。现在风商是，当然现在他们主力自由球员就是梁成廷。对不起，梁成宇。不过杨承瑞的发球还是相当有威力，就是。现在比分来到23-12，这时候把更高的191公分的刘恩麟换上来13号，哇，风商越换越高，发球是刘冠鹏，世青国手，接发换成单手举球，后排攻击，有。收到的成效不错，就是张轩照17号，也是龙津高中的主力得分手，爆发力也蛮好的。有机会哦，看看又是后排给张轩照，这次选择掉一跃式救球，梁成宇救的精彩，右边攻击拦网出界。风商来到了局末点24-13。这个鱼腰救球救得非常的精彩啊！
确实让每个球员都有机会上来哈。登峰造极的比赛也是很好的观察期。这是拦网哦，拦的得分，拦网的得分。龙津还是持续的努力。中间手最后回正的动作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右手的动作还有一个往回场哦，包回来这样的一个动作。风向则换上8号林子杰，时间差。在第一局的比赛，丰原高商呢是25-14拿下，目前是1-0领先了龙津高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台北体育馆的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非常欢迎您回来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Why Not Me 舍我其谁。然后这是在暑假期间呢，这些高中劲旅的选手们在暑假的训练告一段落之后的一个小小的验收的一个舞台，不过也是从错误当中学习的一个好机会。这场是穿着黑色条纹球衣的丰原高商对战白粉红色球衣的龙津高中台中大战。第2局的比赛开始，林继儒的跳法，就喷得太远了，球觉得比较短哦，所以整个选手在整个飞进来的过程当中是来不及哦。12号的林继儒继续发，林继儒他是内埔国中，在内埔国中他获得了112选的国中赛的冠军，那他是那届国中赛 MVP。龙津会不会对方拦网太高哦？所以他们有点怕的，就急着要出手。其实这的确是会影响到整个举球员
还有攻击手出手的一个节奏，反而是不在自己平常训练的那样的范围里面。但当超出了自己训练的范围去做出手的时候，就会非常容易导致失误。最后1对1的情况之下，张轩兆跳得非常的高，而能够拿下这一分17号。第2局的比赛，有点欧吧，过往击球是这边应该是判定是举球员哦，举球员是后排。还是不管前排后排都可能会有判过往击球了。是，就是要看他这个球体，如果已经有过中间了，就会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陈柏明11号的发球的失误，我跳发都是希望能给对手加压。现在是庄子婷的发球，就是总教练庄世贤教练的儿子。1对1，哎呀，来不及了！庄子婷飞身过来救球，没有扑到。前面翁玉胜是拦到，哇哦！对，就是庄世贤教练的儿子庄子婷，大儿子。另外还有两个弟弟。但是这一球是发球失误了，可惜。这是第2局的比赛，目前是丰原高商以4比3领先。跳发接发球到位，自己接自己攻，哎呦，碰到铁板啊！出手的节奏是完全被拦网者都给观察到了，所以举球员高还是有用的，就是苏子琪7号呢是举球员，可是也有187公分，是他的拦网能力的确是不错的。对，右边斜线攻击来不及拦了，这次张轩兆换到2号位进攻。张轩兆现在参考得到了6分，17号。情急之下，最后都这贼在处理球上面稍微急了一点哦，可能是想要掉一个小球过去啊。对，还有就是接发，现在是这。风伤了，现在传染病突然就是发生了2次击球啊，还有常常这个突起的情况。当然上手的接发球也还可以接受了哦。是先从接发球的第一球稳定开始哦。又是上手接发球，这次稍好一点点。洪玉胜的重扣的得分，刘冠鹏的掩护。目前翁玉胜得到了4分，翁玉胜的发球15号，190公分。接发蛮不错的哦，刚刚杨承瑞右边张轩兆的斜线的进攻，打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哦。对。最后整个手腕的一个变现呢。目前张轩兆得到了7分，继续由杨承瑞的发球。个人第2次的发球失误。目前第2局双方是7比7的平手。刘冠鹏呢也是到保加利亚参加去年的 U17 世界青年排球赛，获得季军的选手，跟黄品燕他们同一队，还有林立伟。吊球，界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自己做一个空中的假动作哦。11号的陈柏明得分。
对防守这一方哈，好像来不及哦，就是。对，因为原本是预设好是要守这个强击球，对。一位拦网卡吧，梁成宇跪着救球，再一次进攻后面啊，界内是界内没有错，拦网得分是一个判断的失误哦。望球星看了14号严伟轩，小心哇！有还跳过去，是，运动能力都很强。对，国际场上看到也是会有这样哦，选手是真的也是能够跳过这个看板之后，然后救球是。那这合法的吧？哈。就是比赛继续进行，对，继续进行。OK。关凯伦举球右边长扣球被拦到跟守住哦，梁成宇又拦回来，两个拦网中间呢突破了攻击的得分。是因为这拦网起来是有一点高低的落差哦，再加上其实起来说两个人的空中的。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所以让攻击手能够很好的去找到一个得分的方向。12号林静茹的得分，昨天的表现也不错，今天现在得到3分。逼快攻1对1庄子婷这位拦网出界。是父子档同场在场上为风商来效力。发球是举球人关凯伦，4号。这一球是工商的得分。哇，是触网哦！伍恩福14号的触网。后举右边重扣一个人拦网拦下来喽，林静茹防守，接着左边翁玉胜，好球！这是一个切半颗球的一个直线进攻哦，巧打，起跳之后看到直线有一个位置，那用切半颗球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选择做进攻，也是有点面斜打直哦，去欺骗到防守者。有高度还是有用啊。洪医生，这次我的逼快攻，伍恩福14号的得分，出手非常的快哦，想在拦网都还没有起跳的时候呢，就把球赶快的打掉。确实，伍恩福目前也得到了3分，双方11比11哦。龙金高中第2局是咬住跳发，翁玉胜接发，勉强还可以，直线的攻击还被守起来哦。修正球后面卡把梁成宇，这个球员19号梁成宇后举球直线进攻，翁玉胜再次得分，是一样子的在选择直线哦，因为现在可以看到龙金这边其实直线放的空间是蛮大的。那对于选手他要来出手直线这样的一个自己他的能力来讲，要打直线是非常的容易哦。那直线又是距离非常的短，球速快，防守者的难度会更难。是。哇，时间差的组合，最后用吊的方式也有效哦。张轩兆的得分，17号。目前张轩兆得到了8分，双方12比12平手。14号伍恩福的发球，跳飘，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对，是谁来接，或者是梁成宇是自己的第2时间内来不及了。球比较靠网，只能用做处理的方式。呛死哦！
封杀，哎呦，两个人又挤在一起。吴宇胜这回斜线，他的高打点让对手确实比较辛苦。对，现在玉胜这个点啊，让龙津高中是非常的头痛因为直线跟斜线都能够有很好的得分效果，让拦网的跟防守的人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拦防的调整。是。接近到这个林立伟在做进攻，立伟做进攻那种情况。是。洪玉生过来拦网，梁成宇后举球右边大鹏展翅，攻击是严伟轩14号。3个人拦网要过，这太难了。中间手的刘冠鹏拦网得分。哇，风商这边呢、真的在拦网上面，不管是企图心以及他们的一个扎实度，都是做得非常好哦。看到他们不会去随便放掉任何一个可以拦网的机会。有一些的发球失误，包括了吴冠成教练还有叶中贵教练及庄世贤教练这个教练团队都长期带领丰原高商。吴玉胜这一点，光是在这一局就已经个人拿下了5分。是，目前到现在他这个点是无解的。无解。对，就是他在前排的位置，只要他有出手，几乎他就能够得分。那这个就是他的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现啊。没错。退到后排就发球了，也许龙津稍微喘口气。林继儒12号到前排，吞下去哦。敢打张轩兆17号。张轩兆在2号位的进攻倒是很顺了是，有把握。因为我们这几局看起来在龙津的张轩兆还是要从可能2号位置这边的后排，或者是2号位置的巴库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突破，会是比较适合得分的点。那尤其是在后排的部分，得分的效果都不错的。非常有信心一打完就很明确的说是有 touch 到了，对。好，目前是1分的领先，这一局至少龙津高中咬得还蛮紧的这时候是技术暂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体育馆红馆，今天是26号礼拜2，一直要拼战到礼拜6，就是8月30号，都随时欢迎大家进场来欣赏这些我们高中劲旅们的表现。男子组的前8强的劲旅，另外女子队呢也有五支前8强的队伍，再加上呢这个江苏的一支高中队伍。刘冠鹏的发球，丰原高商黑色条纹球衣对粉红白色球衣的这球直线在界内，由龙津高中拿下了这一分，双方16比16平手。张轩兆这右手他打2号位打得相当的顺了。是目前能够顺利得分的位置都是在1、2号位这个地方来做出手。对。就是
风商来讲呢，这4号位的进攻比较多一些。那除了翁玉胜15号之外，另外12号的这个林继儒呢，也是成功率非常的高。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风商这边，他们的进攻除了战术之外，再来就是攻击手本身他扣出去的球质是非常重的。就即使你防守到了，如果你的防守的动作没有做得很细腻的话，这个球都是会乱喷。哎呀 ，touch 到啊！是，要不然主审的手势。哦，对，他们球员自己也非常的振奋哦。对，很细腻的一球，其实没有包好，但是却反而一个冲天炮呢，削到对方手指头。所以林继儒再次得分，风商18比16的领先。发球的是举球员的苏子琪。接发到位哦，接绕了一圈以后，只一个人拦网，没办法喽。面斜转直哦，也会了哈。龙津这些选手，陈柏明目前得到了5分。陈柏明来自深港国中，在113学年度的 HVL 是替补为主。这边也来一个直线。对14号的严伟轩的得分，要不要拦网？就外侧拦网的选手还要再移靠近标志杆一点点。或许在战术上的考量，他就是刻意要留这个空间，让后排选手做防守。是，对。那如果有这样的安排的话，那就千万要记得不要再让他们打 touch out 了，因为如果说后排的防守他又要守强击球，那又要去注意打到拦网手这种乱喷的球，对于防守者来讲会非常的困难哦。是，所以有时候就是空隙是会让出一个空隙出来。是，就是我们有点说，就是摆陷阱在那里，我就是要刻意引导攻击手，就是要打这个空间。哇，吊球啊！结果是风商呢，最终苏子琪只能躺平，而且龙津高中现在追成了19比19平手哦，也逼出了丰原高商叫出了战名。这两所台中的强校呢，龙津呢是在龙井，那风商呢就在丰原，都是大台中地区的排球的劲旅。所以台中这场比赛，台中排委会呢也是有这个主委呢来看球，也非常开心。在上个赛季，龙津高中呢，就是 HBL 的比赛呢，先在复赛呢击败了丰原高商。不过，在最后的4强赛的时候呢，是丰原高商呢报了一箭之仇。最后风商呢是夺下了冠军，而龙津高中获得季军。跳发梁成宇的接发到位很好，欧玉胜终于没有得分了。哇，这个球没有队友来帮他去做一个 cover 的动作，大家都站得远远的啊。以为他之前都攻击率是100%这样，是，没有人 cover。哇，那这样现在是龙津高中领先哦。好，这局龙津高中有机会。哎呀，还说有机会，想要加压。陈柏明他个人在这2局就已经有3次的发球失误，对，而且都是突切哦，所以要再赶快一下。看起来是整个起跳的一个位置啊，跟球的位置还没有找到一个最适当能够出手的空间。庄志廷跳飘的发球，接发球到位哦。转直线，这一次杨成瑞的得分，10号杨成瑞在上个学年度的 HVL 的比赛就已经是球队的主将，场均得分也到2位数，12.34分。
而且又总共拿下了10分。那他将也是代表青年排球队呢参加在巴林所举行的亚洲青年运动会的排球赛。后排处理球林继儒呛死，拦网界内，这一颗的直线呢、就有严家看管了哦，对，卡得非常直哦，都卡到整个标志杆旁边了，而且也有做最后拦网的时候手型也有包回来球场里面了，调整得非常快。对，14号严伟轩的拦网得分。在体能这一块呢，刚刚也讲到了哈，台中市的运动局呢，他们有专任的这个排球的这个体能 trainer 体能训练师来给予协助辅导。2个人拦网，吊球突破，杨成瑞的得分。一打一吊啊，这样的一个交互运用哦，是获得相当不错的成效哦，让防守者在整一个防守位置上面的变动上呢是来不及因应。重控啊，又拦下来了！现在龙津高中23比21领先，而且举球人关凯伦呢不高哈，但是拦的时间刚刚好，是起跳的时间稍微慢了一点哦，反而是有比较好的效果。哇，这一局4号的关凯伦也拦下了2分，龙津高中23比21领先丰原高商。哦，这场这个好台中大战，有好戏可看。好，2分的差距，23比21哈。龙津高中白粉红色衣服，现在发球的是张轩昭17号。哎呦，上手接发不是太顺，补一下。刚刚是举球人苏子琪自己做进攻，换到右边来了，太长出界，哎呦 touch 了，刚好要在线上，呀，落地 ，OK， 封商啊，惊险过关。比较少看到欧玉胜去打这个2号位进攻。欧玉胜的发球，跳发，稳一个。全家恩是最佳自由球，有帮忙，没有人去做 cover，在连结上面似乎是有一点断掉了哦。所以这部分也许这个一如你也提醒了，就是封商的教练团。好，还好，还有时间可以再加强。因为排球节奏非常的快哦，就一拍接着一拍，所以在瞬间的反应，如果你一犹豫的话，或专注度不够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女子队这部分做的比较好。对，因为这个女子队啊，就是粘着度会很高。对，而且几乎都是6个人一起去。对，没看到他们全部的会去跟出去。对。第2局来到局末点，龙津高中领先，右边强扣守起来，靠网，快攻的得分有刘冠鹏的攻击的得分，一个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哦。11号刘冠鹏参考得到7分这一场。现在轮到刘冠鹏的发球的时候呢，换人来发球。10号的张敬良的发球，1分的差距，相当考验选手的心脏哦。对，刚上来，跳飘，不错，但全家恩接得很好。2号位，右边斜线界内攻击得分，双方现在24比24平手。
这现在就是如果是双举球在场上的话呢，就9号陈坤霖是替补的举球员，那风商是9号陈坤霖也在，然后7号苏子琪也在，然后苏子琪就转成了攻击手这样子。不过反而这种状况的时候，更要把各自要做的事情要厘清楚，分清楚哈。对，因为有时候当有一些状况不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内，排球场上会有很多不是我们预料之内或训练之中会出现的状况，那一种临场反应，选手就要靠选手在场上面的沟通。那这个时候教练在旁边只能给予你们教练他能够预期到的，但剩下的就要靠选手在场内的沟通跟默契。或许这个角色转换呢，也要很确定了哈。对，就不能犹豫，就要果断。对对，那谁是主要举球员，就要分辨清楚。拦网拦网得分，又是苏子琪。是，刚刚是一个攻击得分，现在是一个拦网得分哦。在关键时刻贡献了这个非常重要的2分。7号的苏子琪187公分，又能举球，又能攻击，又能拦网。现在风商连得3分了，已经超前了。现在反而是风商的局末点。张进良的发球，哇，跳飘发球真的有威力哦！界内杨承瑞掉进了这一分。2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就把这个球给放掉了。当然，后排攻击的这个杨承瑞也是打点打得非常成功。是，哎呦喂啊！哇，关键时候的发球失误。林建成，风商再有一个局末点。苏子琪到后排来发球。跳飘接发不是太顺哦，有机会。哇，苏子琪救到这一球，拦网出界啊！最后还是风商拿下了这一局。最后严伟轩的攻击的得分，拿下了局末点。第2节的比赛，丰原高商27-25拿下，目前2-0领先了龙津高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Wanami 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体育馆红馆，一整天的赛事都是免门票进场，也都欢迎大家随时来到台北体育馆，这里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欣赏这些高中选手们他们精湛的球技，也在暑假这段的集训的时间呢，他们也在这个时候呢来小小的验收。有时候选手运动员上场了以后呢，就是专注在场上这样就是这个舞台他们运动员呢会很自在吧就是说虽然长期的集训是很累的但是好像上场以后就忘掉这个疲惫。是，那通常教练都会去鼓励选手说，在我们辛苦的训练，当然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那当然有些选手他上了场，他可能会紧张，然后紧张，那他可能他的整个身体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透过教练在旁边的一个鼓励让选手赶快能够把他熟悉的感觉给找回来。是。在举球员的引导之下呢，然后送到了标志杆附近，然后做直线的进攻，严伟轩就是相当的轻松。第3节的比赛开始，丰原高商穿着黑色条纹球衣，粉红色衣服呢是龙津高中。杨承瑞接发球可以后排进攻飞进来，对，吊球处理，还有全家安最佳自由球员，左手去勾，拨到，敢打。好，这是可惜这个举球的卡位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所以只能用手去捞造成了2次。这个球已经太悬了，不抓也没有办法。单手呢？单手搓球。其实就是要看你球跟手的瞬间的持球的时间，还有球它出来的一个炫度是，或者跳起来处理。我还好，很快做逼快攻前面这里庄子婷的攻击的得分，17号庄子婷。现在庄子婷的发球。一个球就纹风不动的球，拦网拦到，这一回翁玉胜拦到，距离差。张轩照吊球，后排1对3，哎呀，杨承瑞自己也懊恼，不过没关系，还有修正到右边来抢扣球，太长出界，哎呀，没有 touch 到。可惜这个两边的来回坡都非常的精彩那最后攻击手没有办法能够把握下来。到底这个后面最后一道防守的人要站到多后面其实要因应当下的一个状况那如果通常我们是遇到比较强而有力的主攻手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站得比较后面一点，因为如果拦网有弹到的话，这个球是有机会可以喷得很远的。对，就是当前排拦网做得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到男排守在后区的选手都会站得非常都会站得非常的后面，因为这个球只要弹到拦网手，都是会飞得非常远。是。对啊，刚刚看到杨承瑞其实站在场外了对，那也代表说他已经非常的信任他前排的拦网者对。那只是一瞬间球来的还是非常的快对，就没想到他竟然是正面的站在界外的来接球，也可惜。这是判了封箱的拿下了这一分。在第3局的比赛，现在封箱还是保持5比3的领先。全家人的接发相当的出色，1对2拦到后面，哎呀，翻滚吧救球，刘冠鹏，全家人扑下去，再来，垫高以后苏子琪的举球后排，哎呀，
哎呀 ，touch 到，是现场这边是有举旗哦。哎呀，龙金，可惜守住了几球。6比3，在第3局，丰原高商还是领先。今天稍后呢，也还会有多场的比赛，包括2场女子组的比赛。全家接发好球率也是超过40%，哎呦喂呀！刘冠鹏、拦网还有苏子琪2人联手，是，这是一个 monster block， 非常的振奋哦。哦，对，好，那个我们习惯的那个音乐要出来了哈。对 ，monster block。参考刘冠鹏这一场有4分的拦网得分，杨承瑞接发可以，逼快吞下去，2次哈。是 OK， 因为球速太快了哦，有的时候是会在身上连续碰到两个身体的部位。有时候选手自己不自觉了哈。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想闪也闪不掉，闪不掉，对对，因为球速太快，就真的是在自己的身体会碰触到很多地方。对。上手的接发哦，还有龙金 chance， 转身举球左边，杨承瑞直线界内，杨承瑞持续的得分。基本上龙金高中10号的杨承瑞，17号的张轩照哦，这2支还相当火力充足。没错，还是非常的有拼劲跟企图心哦。对，还有机会哦，5比7落后2分。发球是吴恩福，哎呀，8比5，丰原高商领先。这个时候，丰原高商呢换上了3号的这个刘恩麟，有191公分，还只是高中1年级。杨承瑞。哇！球掉到空档哦。梁成宇飞身扑救已经不错了。因为这个球也比较长一点哦，所以在空中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看到4号位有一个空档，可以来做一个小球的处理。发球的17号张轩照。这边也掉鱼跃救球成功，哎呀，过网击球啊！是可惜了，刚刚的小球救得非常的漂亮哦。苏子琪的过网击球，像这种愉悦式的救球啊，你们选手你们要怎么练这些选手？就是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做徒手的训练 ，OK， 就是没有球，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因为它最主要就是安全性，是要它愉悦的救球。第一个是为了要能够加长你能够救球的范围，再来就是当你飞扑出去救这种地板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学会去保护自己。对，不过我们在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选手的动作越来越纯熟，那再加上到了比赛场下，当你看到球，你不想要让球落地的，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在心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的动作很自然而然的就会飞出去了。哦，对，就可以做得出来。是，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可能要练鱼要都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当你在比赛的时候，你不想要让球落地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会做出一个很漂亮的鱼鹞的动作。就意志力很重要，是，那是一个信念。OK。这好，张轩照后排攻击，龙金再来看看这是杨承瑞碰到标志杆了，哎呀，可惜，对，因为其实所剩下的空间不多了哦，那还要走直线的话，碰到标志杆的几率的确就是会比较高一点。是，而且他这球也已经打点稍微低一点点，他就赶快急触过来处理。对，是出手如果可以再快个半拍的话，那这个球就不会去碰触到标志杆了。就是0点几秒，真的排球就是这样子，0点几秒要去做决策。是，接发到位，哨音下触网啊，是这边我们的触网是由副审这边呢来吹哨。是。
是林建成的触网。有时候没有做动作的球员也要很小心了哈，准备要拦网的球员也要很小心。越靠近网子就要越小心。对，大鹏展翅，张轩照后排进攻，飞身过来，效果还是非常好哦。18-11，哈，追进。目前张轩照参考呢是得到13分。在上个赛季的 HBL 高中排球联赛，在复赛击败丰沙，得到5分。那其实还是替补球员。哦 ，ace， 杨晨瑞，基本就是2大支柱了，杨晨瑞还有张轩照。哇，这个最后一个手腕的变现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可以看到这个球整个是侧旋的在旋转呢。再来一个，这只是正旋，自己接自己攻，球还是喷得很远哦。拦网的时间其实可以再慢一点起跳哦，因为如果跟着攻击手同时起跳，但是你的制空能力又停不够久的话，就会让攻击手很好的去当成一个进攻的一个目标。飘的发球。选择吊球，这次梁成宇就救到，修正拦网，界内，终于拿下了这一分。好不容易啊！林建明也是很振奋。1号，都跟也是一个这就是判的失误了，对，因为他是有跟的动作了，但是最后是一个判断的失误。林建成刚刚拦得很漂亮，现在发球出界。全场林建成有3次的发球失误。国云高商还是保持13-10的领先。林继儒跳发，逼快攻。全家人过来帮忙举球，接着是陈凯明，2个拦网中间的突破。陈柏明的得分11号。目前陈柏明参考也得到了7分。飘发球是关凯伦。又守住，好球呀，差一点点。可惜第2个补位的人没有把动作做完整哦，是用眼睛来看球。对，可惜。当然，这个庄子婷的重扣也是爆发力十足。是，不管是攻击或防守都非常的精彩哦。没错，全家的接发好球率大概40%。右边给陈国民，哇，打长了，太长出界。是，听这个我们在场边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包的很好了，有点空心哦。对，你们经验都比较丰富了哈，听声音。对，听声音就听得出来，就大概知道球有没有包覆好。是，对。好，丰商现在15-11领先4分，龙金叫出了战役。虽然丰商虽然是还是保持领先了哈，不过有时候高中队伍就是这样，有时候一鼓作气哈，就是气上来的话，对手如果气上来的时候，哇，他也是很难缠哈。有时候起伏会比较大一点。对。而且有时候而且尤其是学生运动员，有时候就是一股脑人来疯的时候是很难去控制的。对。刘文林这个把包拨到了后方的空档的得分。好，在16分进入暂停的时候，目前风云高商在第3局16-11领先龙津高中，局数上也是2-0领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走向绝地不攻自破。
欢迎回来！2025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8月25号到30号，那今天26号礼拜二是第2天的比赛，在台北体育馆红馆，随时欢迎大家呢进场欣赏比赛，或者透过电视转播欣赏赛事。转播的有包括了 SSTV、有 MOMO TV， 还有爱尔达体育台。修正吊球，封上的呛死，移到右边来给右边的严伟轩的进攻，一人拦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严伟轩参考现在得到了6分，球速也非常的快啊。就封商的就是攻击点还是蛮广的了哦，是就没有说完全依赖1-2个人。没错，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得分的能力哦。没错。现在有6个球员得分在4分以上，挤在赶快爬起来！一个 B 快攻以后，又这个刘文玲的得分。对，反攻非常的快速哦，用这个 B 快攻，而且不是用强攻，是用赶快在高点拨球的方式哦，用时间来抢分。看起来现在封商好让大家也轮番上场了，然后保持一定的领先，然后翁玉胜也下来换下来。接发靠网，拦网刘文玲很高，不过这个球，是应该是有触网还是越界，可能慢动作要看一下。对。是2次吗？无论如何，裁判判的是封上得分了哦。张轩照用拨的，拨了点了。他有时候这个吊球也其实攻击性的吊球，也是吊对，是有速度的吊球。对。那如果你在接这种有速度的吊球的时候，你的手势稍微没有摆好的话，这个球就是像我们挥棒一样，这个球就会跟着你的手会一起喷走。OK。强力跳发，陈柏明斜线太长出界。这角度落差的比较大一点哦。对，但是林承安这个替补球员的进攻，还是要照打了哈，就是爆发力对，因为感觉这个应该不是他平常会攻击的一个角度啦，可能想太多了20-12，在第3局，现在封商的是领先龙津高中8分。大致说来，封商现在稳定的领先。抢跳有一球给攻击手，但是却反而是挂网。9号的陈坤林发球失误，他也是替补的举球员。龙津高中现在也是替补球员上来发球，飘的发球。哇，这个直线仿佛是打入了无人之境哦。对，是不是在拦网的卡位上有一点失误呢？对，因为这个球是比较靠网的。通常我们在拦网的话，不管我们原先的拦网设定是要拦直线还是斜线，但是球型只要是一靠网，我们拦网就不用考虑了，一定要想办法的去包死那个球。对，如果说球型已经靠网，但我们没有做到包球的动作，那个球定下来，对于防守者来讲真的是太困难。所以在比较靠网的球的时候，是不是外线手要很积极的去调整，这样至少要碰到拦网。如果看到靠网球，就不用考虑了，就是要去做侵略性的动作。OK。不过因为这个是一瞬间，你就要去判断的事情。那选手可能会还卡在他原本要设定的，他可能会预想他要拦他原本设定的地方，但是当球型改变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很考验到选手那一瞬间的改变。现在封伤的就是说有2个举球，有时候会有2个举球员同在场上，然后让7号的苏子起来做进攻，变成了这个进攻球员。
当然他也是可以举球了，但就是看你看好到了最后这几分都是，陈坤霖9号呢跟7号的苏子琪2个人都在场上这样子。这或许也是风商的教练他们想要去透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去调整出一个最好的阵容。或许不同的阵容在面对不同的队伍、不同的打法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摆出不一样的阵容跟因应的策略。对，这边则是举球呢发生了2次的这个情况。9号的替补的举球员廖廷义，当然是2次。在这时候，龙津高中呢叫出了暂停。这一局还是丰原高商保持稳定的领先，23-14。预计的赛程表的话呢，稍后还会有一场男子组的这个比赛，然后傍晚的时候有2场女子组的比赛。都是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稍后呢是高男组的福成高中对平荣高中，然后高女组的内湖高中呢要对战呢莺歌工商。晚场7点钟的比赛，东山高中对中山工商。23-14，对丰商来讲是差2分。这是接发哎呀，小心吊球，吊的位置也很好。庄子婷没有办法救起来。龙津再试试看，再努力。20号的詹凯卫发球跳飘。慢一点，哎，有看吧？还好，哎呦，右边斜线太长，出界没有 touch， 哇，可惜哦，自己的一个出手的失误啊。这一阵子是替补球员在场上。5号的张银生，高中2年级。哇！接发球直接的一个失误哦。对，这个是一个再见的 ace 了哈。25-15第3局，丰原高商呢是直落3-0的哈，击败了龙津高中，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由丰商呢目前在分组里边是获得2连胜，晋级到4强没有问题。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那丰原高商3-0的击败了龙津高中呢，目前获得2连胜，在登峰造极青年排球赛，晋级到4强没有问题。赛后呢，我们也访问到这个吴冠杰教练，冠杰教练，这2天，还有今天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哈。今年是不是准备的状况比较好一点，甚至比上个球季要好一点？应该说今年状况调整的比较快一点，因为去年还有一些选手也是会去参加国家队，然后去比赛，然后那在融合在组合的方面会比较没有那么充足。也是。那今天看起来整体发挥都蛮稳定的，而且球员当然这还只是这个暑假的这个比赛而已了哈，但是就是稳定性啊，还有关键时候的这个得分啊，第2局你看还是能够逆转呢来获胜哈，就看起来选手的心理状况也都蛮好的哈，是斗志还蛮高昂。对对对。那另外就是有时候到了每一局的后面的时候，就是说20分左右的时候，你们有时候会让这个陈坤霖上来哈，但没有把苏子琪换下去哦。对。就是让苏子琪变成攻击手这样。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这个考量就是因为子琪他本身就蛮有攻击欲望的，那就是在拦网部分他身高也够，所以这样昆凌上来举，然后他也是可以去打攻击这样。这样啊。对。那这个调度会甚至这个学年接下来这个学年都会这样子调度吗？就是也要看对手的布阵，然后再下去调整这样。对。OK。那双举其实有时候双举在球场上还是有的哦，甚至我觉得外国队好像也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双举在球场上。对。那会使得会不会就是说这样的话，到了最后那几分的时候呢，你们的失误呢会少一些，比如说至少二传就举球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就会更稳定一点。是，那就是首先应该是攻击方面啦，因为攻击我们会变成有3支攻击手。对，那就是相较来说会有一个掩护的点，或是攻击的点会多一个这样。是 OK。或者是扰乱对手嘛？是。OK。对，因为对手一下之间呢不知道到底谁是攻击手，想说子琪应该是举球员才对。对。就没有特别地方了。是。也是了哈。好，那年轻的几个翁玉胜或者刘文玲呢，看起来也都越来越好了哈。对，那就是要多一点比赛经验，让他们去成长这样。好，谢谢冠杰教练，谢谢。也恭喜丰商呢获得了2连胜。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非常欢迎您回来。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持续的在台北体育馆呢有精彩的这个赛事。稍早之前的丰商呢是3-0击败龙津高中，获得了2连胜，晋级4强。稍后还会有其他这个比赛要登场。那看起来丰原高商今年依旧是来势汹汹阵容非常的整齐就是还是一支劲旅了。对，首先是他们的身高都非常的平均非常的高，真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今天这场比赛可以看到他们的攻击手，其实每一位攻击手都有得分的能力。那这个对于他们的对手来讲就会相当的头痛哦。当攻击手每一个都有得分的能力，而且每一个企图心都很旺盛的时候，这个会
造成对方非常大的一个压迫感。是所以我想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在想的确是看到了他们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企图心哦，非常的旺盛。所以我想今年的赛季应该会非常的精彩。不过我觉得反观在龙津高中这边的几位主攻手，像宣兆啊、博明跟陈瑞，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有时候反而是遇到比较好的拦网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想的太多，反而去造成自己节奏乱掉，然后一些失误。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蛮可惜的。再调整，我相信他们接下来的比赛一定能够看到他们有更好的成长。是没错，就是在上个球季来讲，也许龙津这几个球员呢，就宣兆他们可能都还只是替补球员这样而已，但现在已经担负起这重任来了，没错，他们在场上时间就会很久了。我相信他们也会从中来学习，然后自我提升跟自我要求这样。是遇到瓶颈，那是必定的，那是一定的。只是说怎么样在这个瓶颈当中，他要去学习到能够让自己成长的这些技术跟知识跟观念，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成为主将的一个心态，要怎么样稳下来。那我想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必须要走过的方向跟一个走过的过程，他们势必要让自己能够走过这一段路程，我们才会看到他们更好的成长。好，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然后另外就是选手们都有舍我其谁这样的一个企图心相信这也是推动他们进步的一个力量。好，今天这一场呢是凤原高商3-0的击败了龙津高中，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稍后呢还会有这个其他的比赛，然后那福成高中现在已经开始在练球了还有2场呢女子组的这个比赛，都欢迎大家持续的这个锁定。谢谢一如精彩的解说，谢谢丹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拜拜，拜拜。